这是地球上生命最难以存活的地方之一。这里有一望无际的冰原，冻结成一片雪白的北极海岸。如果刮起狂风，我想我很难在这里存活过1个晚上。这里是北极的格陵兰岛，也是因纽特人的家乡。听说在格陵兰语里甚至没有描述茂密的森林这样的词汇，因为格陵兰岛几乎无法生长树木。而在冬季，这里通常可以达到平均零下20度的气温。就不说生活在这里了，如果把你扔在这里挑战生存1个晚上，你能做到吗？但在因纽特人的眼里，这看似荒芜的冰原中，他们却发现了一种取之不尽的上等建筑材料，就是雪。 Built of snow blocks cut from the hard-packed drifts, an igloo provides the Eskimo with shelter during the long winter months. Easy to build once you know how, his home is compact and strong. The igloo gains strength from its ingenious design. After the first row of blocks has been put in place, one block is cut to form a sloping surface. The second row is started on this slope, and the blocks built up in a continuous spiral, the key to the whole structure. 据说熟练的因纽特人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够建好，即使外界的气温达到零下20-30度，里面也会相当的温暖。这就是因纽特人的传统居所之一 igloo。而据说在格陵兰西部的一个荒野中，能够亲身体验住在雪屋里1晚，所以我们来了，看一看我们今天晚上即将入住的这个冰屋 igloo 这边是啥样的。你现在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 confused？ 它的入口在哪里呢？对啊，它好像是一个圆的。对，在这儿来，在地底下。对，它这种设计是非常非常科学的。这两天钻一波，看什么样的。哎呀，好神奇！欢迎来到我们今晚的家。哎呀，你觉不觉得一进来，其实它就挺暖和的？对，它跟外面完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非常棒。这个雪呢，它是透光的，所以你在白天的时候里边也不需要灯。我觉得真的好科学啊！这就是因纽特人生存的智慧。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这个睡的底下垫着的啊，这是有一层动物皮，然后皮上面直接就是这个睡袋。这个皮毛这么摸着，我实际上把手套取一下。哎呦，这个老顺滑了！我天哪，这什么皮呀？应该是驯鹿。而且你知道为什么这样是有一个地道是，而不是你直接走进来吗？是因为冷空气它会下沉，所以你要睡在高的地方。哇，真的太厉害了！这里其实位于上一集 vlog 我们最后抵达的冰山之城伊杜利萨特的旁边，是格陵兰当地的一家公司专门建造，以供我们这些南方人体验的。虽然距离城内的直线距离只有12公里，但我们却花了1个半小时才抵达这里。今天风好大。我们今天的旅行从Snowcat 开始。Snowcat？ 不是吧？这不是什么 Snowcat， 这难道不是就是这儿的挖掘机吗？好的，现在我们要坐上这个庞然大物，前往我们的小冰屋了。Snowcat 是一种专为雪地设计的履带车，被广泛应用于极地探险。它能带着13个人爬上陡峭的雪坡，但就是速度非常慢。晃了1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看到了目标。看，给你看到哪儿来了？看看，回到你的老家了。看看这里，这就是因纽特人住的传统的民居 igloo。哎呦，狗子！ You can wait over there for a minute. Okay. Then everyone comes outside, and then it's easier to get inside. OK. All right. Thank you. Did you speak Chinese? A little bit. 啊，你好，你好，你们好。哇，你为什么好说的还是相当的标准？标准。你怎么知道他说的是 Chinese 的？他说的是你们好啊，欢迎光临啊。我们首先来到的这个igloo lounge呢，他考虑到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受得了这个寒冷，所以呢，准备了这么一个小屋。正常的有这个卧室，给大家看一看。有床铺。对，就是这个上下铺。其实我觉得就只这个也很棒哎。还有睡袋，他准备了睡袋。最好的就是，你看外面这个风景，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在格陵兰的真正的荒野里了。然后大家看看外面，其实它有好几个这种房间。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客厅，有一个暖炉。Thank you。哦，这个有一个小厨房，好多设备。哎，这个他们走了，他们走了。啊，这个窗景好棒啊！这里完全没有信号，也没有 WiFi， 甚至没有电。这家公司的官网上就写着，这是一个能够让你体验到绝对宁静的地方。而除了我们和一对丹麦情侣之外，其他报名来的几乎全是爷爷奶奶辈的人。如果你也60、70了，会想在冰天雪地里住一晚吗？ First of all, welcome to Igloo. There is no running water in this cabin at all. It's dry bag toilets. 所有的水都是要靠这个雪来融，然后所以他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在这边外面尿尿，你都要进来上厕所。厕所呢都在这个房间里面，这边就是传说中的格陵兰的干厕所。然后它因为这里是没有电的，没有太多电，他们就弄了一个小小的这种装饰灯，然后放了一个头灯在这儿，所以你用这个头灯可以照着你。这个就是塑料厕所，我们就不往里看了。这种无法冲水并且靠塑料袋收集排泄物的马桶，就是格陵兰的特色之一 ，dry toilet。因为格陵兰的一些定居点处于永久冻土或是季节性冻土区，想要建造系统的地下排水管道非常困难，因此直至今日，很多居民的家里也还在广泛的使用干式厕所。这座偏远小木屋也是会收集起这些塑料袋，最后通过 Snowcat 运送到城内去处理。但是真的完全没有任何味道，这个地方我觉得还是蛮干净的。哦，我们的午饭开始了，熏羊肉、熏鹿肉，然后那边有熏三文鱼肉和熏比目鱼肉，全部都是熏肉，然后配上面包、黄油，nice 啊！这些熏肉也是格陵兰的传统美食了。说实话，每一种吃起来味道都非常棒，既没有特别咸，而且嚼起来很香，尤其是这种白色的比目鱼肉。因为它就是当地的渔民钓上来的。吃完饭，向导说我们报名的雪地摩托之旅就会去到渔民打鱼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带的应该可以，因为现在光分太强了。我忘记拿了。对。哦，我这造型还行吗？就还行吗？就还蛮特别的。好，我们鞋穿的是他们提供的这种自己的羽绒裤，然后你的喜马拉雅帕卡，就看我这个爬珠峰的能不能胜任这次雪地摩托之旅了。这已经不是我们第一次驾驶雪地摩托，所以很熟练的系上了自己的摄影包，然后出发。我天，遇上巡逻的了。到格陵兰后都快1周了，没想到第一次遇到警察居然是在荒野中。这是第一次见雪地摩托的警官。他刚才检查了这个地方，拍照。我还以为他要检查我的鞋呢，我还把我的鞋展示给他，结果他把我鞋拍走了，检查那牌照。他们就是日常巡逻，然后确认我们的头盔这样的各种安全检查。值得一提的是，格陵兰驾驶雪地摩托是不需要驾照的。和这2位雪地奇景道别后，我们终于拉起了速度。I say moon, I say moon, I say moon, 색깔로 슈붕한 이 눈엄에 미시기 색깔 또 샤치고 슈슈이 前方冻结的大海就是我们此行的目的地了。哎，这给我们干哪儿来了？购物。Hello。Hello。太可爱了。We're gonna leave the snowmobiles and walk from here. 啊。Leave the helmets here. The keys as well. Nobody's gonna steal them.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这么多的狗。我的天哪，这一天要吃多少啊？谁在喂它们呢？好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只狗狗的下巴有一些血迹，其实是它们的主人打捞上来鱼之后直接喂给它们。
所以这些狗狗永远都能吃到最新鲜的。这边真的是当地人，他们在这钓鱼吗？还是干啥呀？这边雪橇跟苏尔边都不太一样啊。咋样？我估计大家已经听不到我在说什么了。小狗们有话说。小狗们在吵架。这边狗的尾巴都是垂下去的。天哪，这是真正的传统因纽特人。Oh my god！ 我的天哪，他捡的这个也是鱼。这就是我们中午吃到的比目鱼了。格陵兰的渔民在冬季大海冻结之后，会驾驶着雪地摩托，拖着装备，甚至是这些小屋，还有狗狗们一起来到海面上驻扎。然后在海面上的作业为了安全，就会使用狗拉雪橇进行移动和运送打捞上来的鱼。据说这样的工作非常辛苦，真的是需要强壮的身体。So you'll see, like tonight, people just going home from work very late. So they work very, very long days in weather that typically does not look like this. They deserve every penny, but yes. 你是否觉得这样的工作太过传统和辛苦？事实上，他们完全不穷。据说格陵兰渔民的年平均收入可以达到38万人民币，所以这里的小孩都人手一台 iPhone 15 Pro， 还穿着始祖鸟加拿大鹅。这里对渔民来说是工作的地方，但对于我们而言，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到冰山了。好，看着好好吃啊！这个，哇，这个景又有点不像地球了。你来看看这个尖尖的。为什么上一集结尾我想用那首格陵兰语的歌《雪花》做结尾呢？因为雪白的格陵兰冰川就是上万年来的积雪不断积累、融化、被压缩，然后形成不透明的淡蓝色冰川。这改变了这里的环境，也孕育出独特的格陵兰因纽特文化。我想作者也是有感而发，才给那首歌起了雪花这个名字吧。既然前面提到了最传统的交通方式就是狗拉雪橇，所以我们第二天也体验了一把，而且这个每年居然是会有全国比赛的。这样的运动在其他地区真的很难想象。而我们面前的这位就是得过6次冠军的大神。He just peed on my pants. Does he like me? Yes, you can hear. 他好像没听懂你说什么。其实越是小的村落，懂英语的格陵兰人就越少。狗狗们为了能被选中，拼命地表现着。而带领我们的是冠军的同事，他完全不会讲英语，但我们还是靠着肢体语言乘上了这艘特殊的交通工具。相会了。向导带着我们来到了一个展望台，能够一览远方的海滨。不过这个我们骑摩托的时候已经看过了，直接快进到返程的重要情节吧。哎呀妈！完了，我们现在遇到了史上最危急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狗拉雪橇的向导他没跟上车，他掉队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2个拉着这个雪橇。怎么办呀？不是，这回去挺远的。要不你把无人机拿着，但是我也不敢停。对，你个绳子拽不住吗？往后拽不了吗？完了。马上就那个上坡了，上坡他可能就走不了了。我担心他的安危，这狗肯定是跟着这个前面的一块走，倒是没问题的。Links， 我知道怎么让它停下来了，后面那个东西可以让它停下来。对，但是我要跑一下，我下去。我去，我能去。
停了停了 ，Hello， 不，你坐上去，你坐上去，你坐上去。Hey, help! No, help. Sorry, or I gotta just help. Or I gotta go. Or I gotta just go. He fall. 踩住。啊，卡住了吗？换一只脚。Oh, you coming back? Oh, thanks for God. Thank you. 还行，向导骑摩托车跟上来了，太尴尬了刚才。得亏我们之前在斯瓦尔巴驾驶过狗拉雪橇，要不然向导肯定是追不上了。回去小屋之后，他毫不吝啬地夸奖了我们的驾驶技术。That's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Is it first time? No, not first time. 有惊无险，这样的回忆真的太难得了。但更难得的还是我们看着天色慢慢变暗，在毫无人造灯光的情况下，在格陵兰的荒野中等来极光的降临。看，在寒冷的地区呢，日出日落的时候，有一面就会是这种金黄色的样子，然后我们转到另一面，蓝调每天都有，但是粉调只有在这种极寒的地区才会出现。我看过一次之后就不可自拔了。现在这个小屋面前也非常的好看，难以想象在这么条件恶劣的地方，我面前是一片荒野，然后我现在马上就要进入温暖的房间。因为没有网络，所以有的人在拍照，有的人在喝酒聊天。我们的向导熟练地织着毛衣。哇塞，这个烛光还是挺亮的，说实话。那么蜡烛就是最原始的这个计量曝光的单位 candle。我觉得这个一股亮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环境，就是你想想人生中有没有过这种时候，大家待在一个暖和的屋子里边，然后透过美丽的窗户看着外边的光线越来越暗，然后变蓝，很有意思哎。我感觉我都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用蜡烛做过照明工具了。我们都是用蜡烛当做这个装饰吧。我要去搞一杯啤酒，格陵兰啤酒。天差不多黑了，我们可以出去看一下。哇塞，极光降临了！而且这个极光的颜色我从来没见过是长这样的，它是绿加紫加蓝，哎，从来没见过。我去！大家看，整片天空全部都是，这么强的属实是没见过呀！哇塞，我的亲娘嘞！这也太强了吧！从来没见过这么强的。宝宝，我在这儿呢，快来吧！看着我了吗？有我的脚印儿，我过来接你啊！好点什么色儿？没见过吧？没见过。这是几级啊，宝宝？不知道啊。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现在很惶恐。我之后的人生要怎么办？我还这么年轻，我就看到了这么棒的极光，我觉得这是最棒的极光了。然后地点也顶格了，在格陵兰，所以我以后的人生要怎么办？以后可以在北京看极光了。北京不是。我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极光了。我之前血条已经就剩10%了，然后也没有休息好，浑身都疼。但是呢，这个极光好像是鸡血一样，直接就注入到我身体里了。就像小螃蟹说的那样，我们不断从自然中汲取能量，而那一夜，极光女神又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灵感。
我们的脚步不会停在格陵兰，我们会一次又一次的出发。现在极光变弱了一点了，是时候住进我们的伊格鲁了。其实刚刚还是零下14度的，然后我拿进来之后，这已经往上涨到10度了。我们的航班也被 cancel 了 ，Oh my god， 我要怎么办 Enjoy the flight.